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開始，先歡迎來賓錢立偉、孫大千委員。大家好。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瑋主編。主持人好，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的是福特號重挫之後，現在撤退當中。另外，驚爆的是200名的海軍受傷。再來，我們要關心的是美軍想要控制荷姆茲海峽，這一次動用的是這個重型的炸彈，這個是 GBU-72，狂轟也沒有用嗎？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再來，現在伊拉克希望通過荷姆茲海峽，是拜托伊朗來放行他的油輪，代表現在荷姆茲海峽主要掌握在伊朗的手中，握有控制權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来做關心。我們趕快來看到中東現場的最新消息。美軍最先進的它的核動力航母福特號，前幾天美軍的官方一開始只說呢，小火災，總共是2個人受傷，但是來自於外媒這個路透社最新的披露說，有關於福特號的訊息，當時的火勢其實非常大的，波及到100個駐艙，造成了上面200名的官兵受傷，甚至已經被迫撤離戰區，返港來做維修了。現在看起來，這個單一事故是美軍戰力體系的一個重大的警訊嗎？為什麼現在路透社所公布的數據跟美軍當初公布的數據有這麼大的落差？美軍有沒有在刻意的壓低損失？那麼對外公布的種種數據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委員怎麼看？对啊，其實因為美國在最近這段期間哦，那麼對用英文講做 overuse 哦，就是他們的部隊哦不斷的從這裡調度到那裡，又從那裡部署到這裡哦，然後在全球頻繁的開闢各個戰場，所以其實美國現在的這幾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哦，我相信都已經很疲乏了，我覺得機艦疲乏，人員也疲乏。那你更不要講說福特號部署在這個現在的位置已經部署了很長一段時間了。那麼，如果這場戰爭再持續的天長地久打下去，其實先不要講說它的基建後勤補給了，你光講它的人員心理狀態是否健康，都已經是很大的問題了。那你現在看到的狀況就是，我覺得不要說美國在壓低損失，其實美國跟以色列都在壓低損失。大家還記得當時川普講的什麼話嗎？川普講說，美國的軍火是絕對充足的哦，愛打多久打多久，絕對用不完。就沒講這個話，沒講完幾天，他就去韓國把韓國的薩德飛彈系統給搬走了。那大家就會想說，那你當時不是說你的軍備相當充足嗎？你飛彈多的是，飛彈庫這個口袋深得很啊。結果居然三下五下，你就把韓國的薩德飛彈系統要拿來支援了。那顯然美國就是打腫臉充胖子啊。那你更不要講說福特號這個事故了，從一開始他先隱藏了這個事故的這個規模，然後希望能夠平息下來。可是沒有想到這件事情越來越大，越來越大，最後完全掩蓋不住了。你就會發現說，福特號這一次所受到的這個傷害，遠遠不是當時所講的那麼粉飾太平的說法。那你更不要講說這一次福特號重創的原因是什麼？就是莫名其妙就重創就對了，然後莫名其妙200個這個海軍士兵就受傷了，然後莫名其妙大家就要睡在船艙上。美國的航空母艦如果有這麼脆弱的話，那美國就是一個紙老虎了。所以到底福特號為什麼受創？目前為止，我認為啊，就這到你說有一點陰謀論的這個推測，也許吧。那麼就是在美國沒有公布之前，真相哦，到現在恐怕還很難說清楚。為什麼我會這麼講哦？因為其實美國跟以色列都在粉飾太平。各位知道，以色列現在在全面的限制記者進入報道，能夠進入以色列報道的這個媒體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在有限的地區。甚至這個像某一位這個 CIA 的資深前研究員哦，他在這個媒體上公開講，他說現在連以色列他連公共衛星的管道都關掉了。所以你沒有辦法透過公共衛星去看以色列現在的狀況是什麼，所以以色列到底受創多嚴重，到底死傷如何，一模一樣的事情啊，就是跟美國一樣，完全搞蓋牌這件事情了。所以美國在蓋牌，以色列在蓋牌，你當然就會讓外界開始強烈的懷疑，你們的損失，你們所受到的衝擊，絕對遠遠超過你們對外所公布的數字嘛。好，這個是有關於美軍的損傷哦，現在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報道，這個數字遠遠超過美軍當初所公布的數字。那其實呢，剛剛講了嘛，美軍他這一次的攻擊也特別希望能夠去掌握的就是荷姆茲海峽了，所以最新他也首次的出動。今天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這款武器，重型的鑽地炸彈 GBU-72，目標就是伊朗在荷姆茲
沿岸加的這個加固飛彈基地。好，這個炸彈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哦，重量5000磅。然後呢，它的功能是專门打擊地下的掩體跟這些加固的設施。這些武器當初就是為了要摧毀硬目標，但是問題是來自於專家的說法，其實現在更具威脅的其實是來自於這一些其他的武器，包括了有水雷，來自於伊朗的水雷、無人潛航器、快艇、狼群跟火箭炮，這些成本比較低，但是高殺傷力的戰術才是伊朗目前的殺手鐧。那 GBU-72到底它的特點跟戰力如何？然後單是毀掉這些陸上設施就能夠拿下荷姆茲海峽嗎？孝瑋主編怎麼看？其實當然，我們這邊先看一下 GBU-72是個什麼樣的炸彈。當然，後面的答案先講。你要說美國單靠這個炸彈去把波斯灣的北岸炸一炸，然後就能夠重新獲得波斯灣的這個控制權，我看難度不低了哈。只能先這樣講。那 GBU-72它當然是有一款由戰機投射的空投的這樣一個衛星定位炸彈。然後而且因為它 GBU 就代表就是說它要麼就是具備這個衛星定位，甚至於還可能具備就是雷射導引。那像以美軍的現在這種大型的炸彈來說，它都同時具備衛星定位跟雷射導引。那有一些是专門雷射導引，像比如說比較傳統的 GBU 的這個炸彈，对，它本身上面有個雷射導引頭，但它不具備衛星定位。那有些炸彈它同時又有衛星定位，而且呢，它這個東西它還可以隨着這個最後接近目標時，如果你这個目標在動，我可以用飛機上面的類似像神射手夾章去標定你。所以你最近看到那種很多這個美國中指部出來的這個影片，你會發現它那個黑白影片，那個就是那個紅外線的這個 EOIR， 也就是所謂紅外線成像這個影片。但是你會看到，中間老是有一塊亮的，那個就是雷射標定器照在上面反光的那個影像。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剛剛講這個炸彈本身它是個雙導引，但是也就是說它的準頭可以說非常高。但問題是，今天你伊朗沿着荷姆茲海峽這100多公里的這樣一個海岸，它布下了多少的這樣一個反艦飛彈發射器啊？今天這個那個炸彈非常重，一顆5000磅，而且以它本身來說，它並不是觸到地面就馬上爆炸。它因為它本身這個炸彈有這個裝甲防護，所以它通常在由這個空中墜往地面之後，它還會再往下鑽，大概鑽個這個30-50公尺之後才爆炸。它希望在爆炸的時候，除了它的這個本身的爆炸能之外，另外還可以透過它的爆炸能引發一個小的地震，把這些底下這些掩體等等給它震裂震壞，然後甚至垮下來。這個是它這次用這個 GBU-72這樣一個5000磅的所謂叫做碉堡克星這個炸彈它所想要達到的這樣一個效果。但問題就是說，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其實我記得2月28號那天來錄這個周末版的時候，它其實我那天就有講，我覺得美軍在這個時候猝然動手，它本身的準備應該不是那麼的充分，因為第一，它甚至於連集中到中東地區的軍力跟第2次波灣戰爭，我們看到2003年這個第2次波灣戰爭，當時美國為了要發動這個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而且當時美國對伊拉克發動的軍事行動也沒有受到任何國際組織的授權，所以周邊相當多的國家其實並不是那麼全然的支持，所以那個時候美軍它因為那個狀況，所以它動用了5個航空母艦東地中海2個，然後那個波斯灣3個，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說當年美國動用到軍力其實是今天至少2倍多那但是那個而且都還打了那麼一大段那麼長一段時間，所以你說今天美國要單憑它現在集中在波斯灣軍力，沒錯，美國現在對那個伊朗來說，它的海空兵力是呈現一個一面倒碾壓的優勢，這個是大家我覺得都不用懷疑的，美軍的科技優勢在這個地方體現無疑。但是今天你要打的目標實在太多了那所以就變成說，特別伊朗要用來封鎖波斯灣的話，對不对封鎖那個荷姆茲海峽，它可能就透過在那個荷姆茲海峽那個北岸這些伊朗的這些那個地形中，它把這些飛彈藏在那個懸崖峭壁絕壁裡面。我今天我真的你美軍能夠打，你真的能夠通通把我的所有的掩体通通點迷打光，你大概也要花上很長一段時間。所以今天從伊朗角度來說，再加上剛剛那個大仙兄有講，他今天封鎖荷姆茲海峽，它不是一個單一手段，它不僅僅是有單一運用到反艦飛彈，它甚至還可以運用到包含類似像水雷啦，或甚至於自殺小艇等等。雖然這些東西美軍可以看到一個打一個，看到一個打一個，但是伊朗這些東西也就像打地鼠一樣，你有點那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那種感覺所以其實在這一次的這個軍事行動上來講，很顯然的一件事，美國當初並沒有做出最萬全的準
準備，而是因為情報使然，也就是說當他們接到訊息說這個2月28號這個哈米曼尼這個要召開會議了，這些人都聚在一起了，就被以色列這樣一推，然後就去打了。所以其實後面你可以看到，後面他整個這個軍事那個準備沒有完成的時候，就猝然進行這樣一個大規模，而且其實以伊朗來講，它的整個軍隊的規模，或是它能夠作為反抗的這個那個基地來說，是伊拉克的非常多倍。所以我覺得美國在短時間之內很難透過這樣的方式就能夠完全壓制住戰場。好，美國的整體戰略都還沒有準備好就開戰了，那導致現在是也收尾也收不了，荷姆茲海峽的問題更是短時間無法被解決。那是不是連中東的其他國家現在也知道美國是沒有辦法可以掌控現在尤其是荷姆茲海峽的局勢了呢？因為我们要來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是伊拉克最近他的這個郵輪想要通行在荷姆茲海峽，結果呢他不是去找美國這邊談，是去跟伊朗求說可不可以讓我們部分的郵輪安全的通行過去。要知道伊拉克在這邊是駐有美軍基地的，但是他也不靠美軍護航了，直接去找伊朗談，是不是代表他覺得現在伊朗才是主要在荷姆茲海峽的主導者呢？再來我們來看到一個專家特別做了一些警告，這是國際海事組織的秘書長杜明奎他說的，護航是無法100%確保安全的，軍事協助也無法長期的持續非徹底的解決方案。所以現在到底誰掌握荷姆茲海峽的生殺大權？美軍現在想要清除伊朗的威脅困難度，幹哥又怎麼看？好，那如果說伊朗最高安全委員會的首長拉里贾尼真的是確定身亡的話，這件事情就更難辦了。為什麼？因為你不曉得你的談判對象是誰，所以說伊拉克他為什麼會去直接找伊朗去談？因為找你美國談沒有用啊，對不對？我要過去啊，我的郵輪要過去啊，我最好還是跟我的仇家講一講吧。為什麼？伊拉克跟伊朗他們是世仇，1980年代他們打了8年的戰爭，可是他們打一打，老實講一句，有時候也可以打出一些心得出來。所以伊拉克乾脆，因為坦白講，石油出口也是伊拉克的命脈，伊拉克的油田很重要，所以他乾脆去找伊朗的相關官員來，就說拜託，我們過去的時候幾點幾分，你們不要騷擾，好不好？讓我過去，好不好？那別人我們管不了啊，別人的船呢，卡達的杜拜的阿聯大公國的船我們管不了，我只管得了我自己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想着說，這件事情找美國是沒有用的，加上美國要求這些盟邦來出兵啊，那個不叫出兵啊，那叫出船來護航，這件事情都被大家給拒絕了。那伊拉克更會覺得說，啊，找你真的沒有用。所以國際海事組織的秘書長杜明奎他就說，就算你派出了護航艦隊，你也不見得，因為那個不是我今天要講。以前2次大戰的時候，護航最重要的是護航是防德國 U 艇啊 U-boat， 那像那樣子的護航都不見得能夠完全成功。那你現在面對的是低成本，然後具備有水下這些這個航行器的成本，水雷其實它的那個價錢都很低，但是它的範圍很大，你要清楚的把它給掃乾淨，那個要花很多的時間。伊朗到現在沒有全面部署啊，但是你要逼到它全面部署的話，那是會發生的。我們再來講一下福特號的情況，福特號200名官兵受傷啊。對。那我可以告訴各位，大家會想說受傷而已啊，又沒死啊，沒關係。你錯了，那對整艘船都有很大的影響。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們已經部署到福特號現在派駐到海外已經超過10個月。那個思敏，我告訴你，一艘航空母艦派出去，最多半年之內要回來。是，你知道為什麼嗎？不是他可能物資缺乏或等等，是官兵要輪調。他必須要輪調，不然會發瘋。所以你說他200名官兵受傷，受到大部分都是嗆傷，對不對？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其實在網絡上面早就瘋傳了，福特號90%以上的馬桶出問題。馬桶為什麼會出問題？哦。因為他們的管線當初的設計太窄了，結果他們說，本來在造船的過程之中，他們用的是新工法，認為說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結果解決不了，你知道嗎？現在排隊上廁所要花45分鐘，那又是一個心理壓力，所以大家要知道說，福特號它現在馬上被美國
地中海艦隊說回來，你回到希臘的港口來。那誰要去補這個缺呢？布希號，但是他還在路上。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不是說川普認為我的海軍很強大，但是你要前進部署的時候，你都是照你的個人的意志去做的，都沒有想到後勤跟得上跟不上。所以福特號現在造成了這麼大的問題之後，他要退出前線部署，由另外的航艦來補。所以其實美軍在前緣的這個兵力已經遭遇到一些很大的問題了。然後呢，還用了這個 GBU-72炸彈。GBU-72炸彈，坦白講一句，一開始我們說它也是鑽地彈。其實 GBU-72炸彈，它跟我們以前講過，你記得我跟你提過嗎？那個炸彈之祖，那叫 GBU-57，那是14噸級的。那這個呢，那只是小兒科了，它只有5000磅，因為那個炸彈之祖它是25000磅，這個是只有5000磅而已。那可是這個炸彈比較新，所以說你要用這種炸彈去對付比較平常的目標，而不是像伊朗核設施這麼大的目標。那這個 GBU-72，老實講一句，它當然是固然是很有效，可是用這種炸彈來去對付伊朗的那些飛彈陣地的話，恐怕是大材小用。所以我覺得美國现在真的在前線的那些兵力的配置上面有很大的問題。我總覺得川普會遇到很多很麻煩的事情，他的將軍馬上就會跟他回報了，這個不對，那個不對。所以你這場戰爭你要再打下去嗎？恐怕有很大的問題。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我們今天要持續關心到的是伊朗又發動了新一波的攻勢，這次出動的是無人機、火箭彈狂轟，尤其是在美國駐伊拉克的使館被大火給吞沒了。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的。首先，我們今天來關心的是伊朗轟炸駐美這邊的一個大使館，美國的大使館，甚至呢，他已經說了，他要鎖定接下來美國的15家企業，知名企業包括了波音、微軟、亞馬遜都在名單當中。川普說了，他已經摧毀伊朗的武力。這一場戰爭到底誰才掌握主動權？現在大家在關注。那美國在中東的霸權會不會被挑戰呢？第二件事情，今天我們會來關心到的是伊朗這一位是他的國安首長拉尼賈尼，在這個時候身亡了。要知道拉尼賈尼他其實是一個務實派的高層，過去曾經多次的協助美國跟伊朗之間的這個談判。那麼如果他現在他已經確定身亡了，那接下來如果說伊朗的軍方接手，會不會報復行動比以往更激烈？尤其是沒有了這位談判的大將呢？那美以是否將陷入無止境的戰爭當中？這是第二件事情，我們今天要來做關心。最後，我們也來關心以色列，他斬斷了這個談判的窗口。剛剛講的拉尼賈尼，那川普也說他也不認識其他的伊朗高層啊。那接下來的談判到底要怎麼辦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注。來看到伊朗的這一波最新一波的攻擊，火力持續的就是巴格達的美國大使館了，出動的是這個伊朗的無人機跟它的火箭彈。雖然我們看到第一時間防空系統是立刻有把這一些無人機、火箭彈等等的給攔截下來，但是這一架墜毀的無人機還是在大使館墜落並且爆炸，當地立刻引發了大火。伊朗外長直接做了一個示警，他說我們不會要求停火，而這場戰爭必須以一種不會再次重演的方式結束。伊朗革命衛隊更喊出了接下來這個攻勢還會持續，瞄準的就是美國15家的相關企業了，包括目標在阿拉伯大公國跟約旦這邊，要這些民眾，如果你現在在這個位置上，你趕緊撤離吧，因為未來幾個小時我們就會來做打擊了。15家企業，包括剛剛特別提到的波音、微軟、
甲骨文之外，還包括了艾克森美孚、洛克希德馬丁、亞馬遜等等周邊的國家，現在通通響起了警報。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川普說已經摧毀了伊朗的武力，不過伊朗現在可以看得出來，他的這個攻擊持續的在擴大當中，還擴及到許多美國的知名企業，它的目標到底是什麼？接下來是否改變了美國跟以色列在中東的霸權地位？委員怎麼看？对，川普每一次講話的時候啊，就會讓大家覺得說，他是不是跟我們活在同一個宇宙，還是他活在了另外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多元的平行宇宙裡哦？那麼川普很早就講，美國已經取得勝利了。那取得勝利，你現在還留在那裡幹嘛呢？就應該班師回朝啦。川普很早就講，伊朗已經被打趴了，伊朗沒有海軍，伊朗沒有空軍，伊朗的領導層都被獵殺完畢，伊朗已經完蛋了。可是伊朗到現在還可以攻擊他巴格達的這個美國大使館呢。就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一個現代的這個不對稱的戰爭正在成型了。這一點孝瑋哥是專家了。你會去發現說，伊朗對我海軍可能不行了，被你殲滅了，我空軍也被你這制空權也沒拿下來，但是我有導彈呢，我有無人機啊。我一樣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重創你所有的這個軍事據點哦，所以現在顯然看起來，伊朗並沒有在實際上的兵力上受到太大的影響，因為說實話，伊朗的空軍本來就不強，伊朗的海軍也不怎麼樣，所以呢有跟沒有呢差別不大。可是伊朗真正最致命的是它的無人機跟它的導彈哦。那麼你說現在伊朗的目的是什麼？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伊朗，伊朗做了多麼慘痛的犧牲啊！伊朗從哈米尼以下所有的這個領導人一個一個被獵殺，然後呢，伊朗的城市這個像德黑蘭像幾個大城市被轟炸，死掉了多少無辜的民眾？如果你今天是伊朗的人民，你甘心這場戰爭就此結束嗎？說明天結束了之後，大家就船過水無痕，當作沒這回事了，然後我們的人都白死了，然後我們的城市被白炸了嗎？對伊朗來講，他準備了20年、30年，他要的絕對不是這個，他要的是我說過，就畢其功於一役，一次解決在中東對伊朗所有的壓力跟威脅，所以對他來講，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就是把美國的勢力推出去啊！他要想盡各種辦法把美國的勢力推出去，不管是你的軍事基地、你的盟邦的關係，現在甚至擴大到了美國的企業，那這些東西都是一樣的。就我要讓你美國的勢力退出中東，你美國的勢力只要能夠被退出中東，那麼当然事實上，伊朗在中東相對來說，這個跟以色列之間就不會如此的這個實力懸殊跟不對稱了。那麼，但是當然，他除了做這件事情之外，他在做另外一件事情，他想辦法削弱美國的國力。所以我一直說，這一場戰爭對美國來說就是一個絞肉機嘛。他絞了美國的這個人力，絞了美國的財力，絞了美國的軍力，通通絞死在這裡。現在伊朗去攻擊的這些企業裡，我特別看了一下哦，甲骨文、微軟、Amazon 這3家。都是在中東做運算中心的美國的 AI 的重大的公司布局。美國在過去這段時間，其實美國的 AI 的這個企業開始跟中東的資金結合，所以在中東進行了很大規模的這個運算中心的布局。所以他連這一點他都沒有放過，都算在他的劇本裡頭了。他要做的是什麼？就是我削弱你美國的國力，在這場戰爭之後，我讓你美國的國力不再像以前可以在這個全球指手畫腳，然後在中東對我造成威脅。所以我會認為說，如果美國期待說這個伊朗現在就跟他求和，然後人跟他談判，當作沒這回事了，這當然是川普最理想的劇本。但是川普可能在做夢了，因為伊朗付出了這麼慘痛的代價。如果今天你是伊朗的人民，你家的親人、你家周遭的朋友都在這場戰火當中付出了代價的時候，你會要什麼？你會要美國跟以色列 pay back？你會讓美國跟以色列要被徹底的打趴，你可能才會吞下這口氣。所以這場戰爭要期待伊朗去片面求和，我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而美國要做的就是要改變這個，伊朗要做的就是改變美國在中東的霸主地位了。好，所以這場戰爭現在打下去，看起來這個是長期的一場消耗戰，很難短時間停下來。尤其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呢，本來可以負責跟美國或以色列談判的這一位務實派的是伊朗的國安首長拉尼賈尼又在美以的空襲當中，現在確定是身亡了。那對於伊朗來說，又是另外一個重大的打擊了。拉尼賈尼可能觀眾朋友比較不熟悉，我們也帶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他。他其實是在哈米尼，就是已故的哈米尼，跟現在最新的這個最高領袖
最高領袖穆吉塔巴他的一個心腹哦，那他負責的範圍非常的廣，從這個國安到外交跟反情報的大權都掌握在手裡。過去呢，他曾經參與美以之間的會談之外，據傳他還曾經抓過500名的摩薩德間諜，所以他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級的領袖。這一回身亡，對於美國跟以色列來說，少了這個談判的大將，接下來是不是停戰會越來越遙遠呢？現在有個說法，如果更強硬的軍方接手，對於美國跟以色列的攻擊會更加劇烈嗎？幹哥怎麼看？拉里賈尼他的這個地位哈，跟他的背景哈，就是一個什麼？就是一個他可以跟對外去苟合、溝通、聯絡的一個角色。他是出色的外交官，所以為什麼哈米尼很器重他？他不但能夠談，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他是一個保守派，但是他是可以跟你去 talk 的保守派。他沒有那麼死鐵板一塊，你了解我意思嗎？就是說，他雖然也是最標準的穆斯林啊，他也是最標準的什葉派，可是因為他受過西方的這個教育跟學問，所以說他是可以談的。現在你都把他給斬首了，你知道，在德國有個非常重要的機構叫做國際安全以及伊斯蘭的那個研究機構的專家啊，他就講了，他說。我真的不知道以色列你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因為你明明知道，你把一層除掉之後，去接替他們的下一層，一定會更強硬、更死硬派。那你把這一層唯一可談的人都打光了，剩下的有誰呢？他還特別敘述，他說，你知道穆吉塔巴當時剛好走出花園，結果那個房子就中彈了。而且那個房，他就是哈米尼他家連續中了3顆飛彈，他剛好走出去，所以他也受傷了。有外傳說他現在正在莫斯科接受這個治療嘛，但這不能夠證實就對了。那所以穆吉塔巴他其實老實講一句，他人其實是安全的，可是他傷勢怎麼樣，外界不知道。但是為什麼現在美國找不到真正的人可以談，就是因為穆吉塔巴不想跟美國談，這就是最大的問題。為什麼？因為連這個我們跟你在談判過程中，你們都可以殺了我爸，對不對？那現在其實老實講，拉里賈尼就是唯一還可以跟你談的人，結果這個人也被你幹掉。那你現在還剩下什麼？難道你要跟革命衛隊談嗎？你要跟 IRGC 談嗎？那不可能的嘛，那些都是死硬派嘛。所以這個專家他講的非常有道理。他說你現在把這個他叫阿奇茲，他說他研究伊朗問題，他本身他也是穆斯林，他研究中東問題30年，他講的都是非常有道理。你現在都幹掉了，那我們现在到底要跟誰談呢？就等於是要你自己投降，不可能的啊！什葉派不會去投降的。所以我也是在想說，然後就伊朗的這些人都被殺害了之後，以色列說沒有，我是在幫你清除你們這個政權將來還有這個不跟西方合作的這些障礙，統統把你排除掉。那你以為上來的人他就會跟西方合作嗎？你為什麼會這樣想？就是尼坦雅胡為什麼會這樣想？川普為什麼會這樣想？其實我也想不通，因為你至少要留一個窗口，對不對？但是他現在連窗口全部都沒了，那將來我們到底要跟誰談？我們不知道。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的嚴重，非常的重要。然後穆吉塔巴他什麼時候他會發動最後一次的這個進攻？我覺得很快。為什麼？因為等到他傷勢好了以後，他不會就此而就說我就投降了，我就軟弱了，好，川普，我們來談吧。你覺得那是可能的劇本嗎？我覺得完全不可能。接下來只會把美國拖進更深的那個泥淖之中。好，那同樣的問題，孝瑋哥又怎麼看？对，而且其實這件事情上面來講，以色列在這個時候把這個那個拉米賈尼把他那個加以狙殺掉，其實我真的覺得很顯然，以色列就是要這個跟你死磕到底。也就是說，對以色列來說，我現在也根本不希望要跟那個伊朗有任何的和談的機會，因為其實從以色列跟伊朗這樣一個長期對峙的這樣一個情況，因為從伊朗這個1979年那個宗教革命，然後嘞建立這樣一個神權統治的政權之後，其
其實就跟以色列完全是針鋒相對。那對於以色列來說，他們這麼多年跟伊朗這個政權打交道的結果，他們也清楚的認知到一件事：伊朗就是要消滅他們嘛。那其實如果說今天伊朗一直想要消滅以色列，這在中東也不是一個什麼秘密。那但是以色列他這一次的整體的這個軍事行動，其實跟美國甚至之前他們最主要就是要擔心伊朗會掌握這個核燃料，然後能夠生產這個核彈因為核彈對於這個以色列來講才是真正的會讓這個國家有這個覆亡的這樣一個危機。那他們最重要的事情本來應該是要阻止伊朗能夠擁有核彈，然後請全力然後讓伊朗的這一方面的这個不能成真。因為伊朗如果有了核彈，搭配上伊朗其實穿透力非常強的高超音速的這個彈道飛彈，對於以色列來說，以色列的確是毫無防備之力。因為從去年6月以色列對這個伊朗這個軍事行動中，伊朗就已經展示了伊朗的高超音速飛彈可以完全穿透以色列現在由美國協助他建立的戰區彈道飛彈防禦系統，加上他們自己的包含大衛投石索，加上他們的這個劍獅3型等等，搭配上美國的這個薩德系統等等，是擋不住這些東西的。所以其實這更增加了這個以色列的這個生存的這個疑慮。所以對他們來講，他們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把這個伊朗的這個統治系統徹底消滅，而且要把他這個核子那個計劃完全消滅。這對於以色列來說，他在生存上才比較有安心的這樣的地方。所以你看他這次做，基本上來講，他所做的一切都已經是不再考慮要跟任何的伊朗政府去做任何的這樣一個這個溝通。他甚至想要做的是把整個伊朗的這個統治階層徹底毀掉以後，對不對？整個伊朗變成一團亂。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其實現在伊朗雖然說大家說他是什葉派，然後跟周邊的遜尼派，對不对？並不合，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現在伊朗東邊阿富汗那邊有更好，也有這個遜尼派裡面最基本教義派。然後如果這個時候整個伊朗政權垮了，這個什葉派的控制力垮了，那這個時候如果這些極端的遜尼派從阿富汗向西溢出，然後甚至於經過了伊朗，再到了這個中東其他地區化，那其實反而會更給整個中東帶來永無寧日。但是對於以色列來說，這對他來說是好事啊！你中東越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对不對？所以對他來說，而且他這次好不容易說服了這個川普然後再這個跟着他一起動手。其實我們常說這個搖擺狗這個典故嘛，對不對？你說這次到底是尾巴搖狗還是狗搖尾巴？這個看起來真的很明顯是以色列這個尾巴完全搖動了美國這只狗。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那你說以色列這個時候會願意輕易鬆手嗎？然後他的這個總理會願意輕易鬆手？絕對不可能，他絕對是要把整個伊朗搞爛，然後完全喪失這個甚至成為一個失敗國家、失敗政府，然後整個國家陷入動亂。然後不會再有能力去搞這個核的計劃，然後不會再有能力去搞這個高超音速飛彈，這才符合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利益。沒錯，而且這就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美國現在想要抽身，為什麼不容易？因為這次交戰的三方，我剛才說過，伊朗不會善罷甘休。剛才孝瑋哥已經分析過了嘛，以色列顯然也要完成他的目標，打了個天長地久。所以既然三方裡頭有兩方都無意在這個時候做任何的和談或者是停戰，美國現在要抽身恐怕就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情了。對，好，謝謝委員補充。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到底是誰在操控戰爭呢？今天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美國現在他的反恐高官曝說，總統是被以色列給騙了，所以才會陷入這一場美伊之間的戰爭。那另外一方面，川普最近也出來喊話，他說呢，其實前總統他支持我動武，結果呢，這一番話出來之後，前總統過去的4任都說，我們完全沒有跟川普通過任何的話。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川普被打臉嗎？再來，我們就會關心了，納坦雅胡被指拿人命來逼出這一場美伊戰爭，到底怎麼回事？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趕快來關心的是，美國跟以色列聯手打伊朗，現在進入到第18天了，戰爭持續的焦灼。這時候，美國這位很重要的高官突然出來放話我們看到他說什麼？他是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他說他決定要辭職了。為什麼呢？我無法昧着良心支持對伊朗戰爭。這一場伊朗戰爭，美國並沒有構成，伊朗並沒有對美國構成
迫在眉睫的一個威脅，所以他不明白為什麼要去打這一場戰爭。他還接着說，他說美國政府啊根本是遭到以色列跟其他的遊說團體蒙蔽跟欺騙，所以才去打這一場戰爭。他為什麼重要？我們也來看一下他的小檔案。卡特曾經出生在特種部隊綠扁帽，多次在前線作戰，而他的妻子其實他在過往他的伴侶身上有一個很令人難過的故事。他的妻子叫做香農，是美國的海軍士官長。當時2019年的時候，他是被派駐在敘利亞這邊，結果當時他在一間餐廳的時候，遭到當地的自殺炸彈客給不幸炸死了，享年只有35歲而已。好，這個曾經有過這樣子的一段故事，所以大家也特別在關注卡尼這個人說的這些話具有他的重量性。那針對於卡尼說他要辭職呢，川普立刻說了，他說啊，這是好事啊，因為呢，卡尼他在安全議題上其實一直都是非常非常軟弱的。敏感的時機，我們來看到《華盛頓郵報》卻在此時做了一個爆料。他說呢，有一份是來自於國務院的電報顯示，當時大家還記得嗎？在這一場戰爭爆發之前，伊朗的民眾曾經多次的走上街頭去示威，反政府示威。他說呢，以色列當時也公開催民眾去起義，但是另外一頭，以色列也悄悄的告訴美國的外交官說，如果伊朗的示威者他們上街的話，是會被屠殺的。換句話說，納坦雅胡明知道伊朗示威民众會有生命的威脅，但仍然是鼓吹民眾上街頭。針對於這些爭議，包括了這個針對於納坦雅胡的情報，《華盛頓郵報》給的這個報道，還有肯尼辭職的這幾件事情，委員怎麼看？美國是否正在被操控，介入到這場戰爭當中呢？美國當然被以色列操控啊！美國長期以來，美国的政治人物就受到了以色列或者是这個以色列極端分子的這些遊說團體的影響嘛，所以這一點都不意外哦。那麼就像剛才這個孝瑋哥說的嘛，是狗搖尾巴這種事情，其實過去已經發生過好多次了哦。就只要這尾巴咬狗的事情，過去發生太多了，只要尾巴搖一搖，那個狗就跟着動了啊。那麼其實坦白講哦，就是在當時這個伊朗發動大規模示威群眾抗議的時候，其實就不難讓大家看到說 CIA 在跟摩薩德在裡頭所扮演的角色了。就是其實這是美國顛覆任何一個國家政權最標準的 SOP 啦。就是第一步，他動員了他長期埋藏在這些國家的這些隱藏的細胞跟種子，然後呢，開始發動全國的大示威或者是學生運動，然後開始推翻當前的政權哦，然後取得所謂的叫做 regime change， 就是政權替換，然後達到這個重新產生一個親美政權的目的。這個美國過去這幾十年來在全世界玩一樣的把戲啊。這個香港的這個雨傘花學運哦，背後也是 CIA 的影子，這是一模一樣的事啊。但是當在玩這個過程的時候，其實美國當然知道，不要說納坦雅胡了，我相信 CIA 或者是美國自己的相關人士也知道，這些人現在在伊朗他不是在別的地方，這些人上了街頭之後，肯定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但是他們仍然不斷的去鼓動，而且不要說納坦雅胡幹這件事，川普也在幹，川普不斷的在喊，說我們很快就會來了，我們會放心吧，上街頭吧，這個時候是推翻的好機會了。他們完全把伊朗的人命不當人命的，所以我說其實。納坦雅胡根本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惡魔，他早就該下18層地獄了。所以你說現在去批評納坦雅胡沒有意義，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美國怎麼會低級淪落到這種地步啊？你淪落到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哦，然後為以色列的這個知命侍從，所以他們現在有個新的名詞啊，叫做以色列至上主義啊。說美國現在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以色列至上主義，只要以色列要做的事情，他們都盡其一切的努力達成，因為他們背後的金主可能都是來自於這個有錢的這些猶太的這些金主。但是關鍵問題是什麼？關鍵問題是美國現在的民眾也不笨啊。當時川普所說要發動這場戰爭，說伊朗對我們有立即的危險，那這個危險到底是什麼？說伊朗馬上要生成這個核彈了，這個 IAEA 說這個大概還要10年到20年，那你10年跟20年之後你再打它不就好了嗎？第三，明明談判就已經要談到快談出個結果了，阿曼的這個負責談判的代表都說伊朗已經願意做出讓步了，結果你莫名其妙的就突襲別人了，這些東西都完全不具有正當性。但你更不要講說這場戰爭你沒有通過這個聯合國安理會了，當然也許川普早就不把聯合國當件事了，你有沒有照會過你的盟邦？你也沒照會過你的盟邦。然後在這場戰爭當中，你美國的戰斧飛彈就把人家那個小學莫名其妙就給炸了，170幾個女同學就這樣陣亡了，就這樣犧牲了，你就違反了戰爭罪耶。所以你說他又違反了國際法，又違反了戰爭罪，美國人
好歹也是有血有肉有心的吧？他們長期以來自視為他們代表世界正義的代表。可是在這場戰爭裡，他們完全看不到任何正義的立足點在那裡，所以你看到現在美國的民意的反戰的聲浪是非常高的，在還沒打之前就已經70%說反戰了，打了之後更嚴重。那你更不要講川普自己的決策圈了。我們剛才講到的說，這個國家這個反恐中心的主任肯特，還除此之外呢，你這個福斯電台的非常有名的主持人叫做 Tucker Carlson， 是最有名的右派的。這個非常知名的，而且影響力非常大的主持人，最近也跟川普扯破臉了。對於所有 MAGA 的支持者來說，川普錯估了一件事：這些人不是對川普的個人崇拜，而是這些人對川普當時所提出來的集中發展美國，讓美國再度偉大這樣的一個概念。他們是強烈的支持的，可是當他們今天看到川普背離了自己的理想的時候，你會發現，像這個 Tucker Carlson 也好，像我們看到的這個肯特也好，甚至你現在看到他的副總統 JD Vance 幾乎也沒有出現在川普身邊了。對，所以川普除了基層的民眾有了問題，他其實高層的決策圈也已經產生分裂了。但是還是回到我剛才講的，川普也許很想要走出這個泥淖，可是很可惜，在以色列跟伊朗都準備要打到底的情況之下，他現在大概很難抽出来了。对，好，这場戰爭打到現在包括了除了有60%的美國民眾反對美國用武力持續的攻打伊朗之外，還包括了自己共和黨內部的 MAGA， 還有呢肯特都已經對於川普表達不支持了。那在這個最新的一個情況下，川普16號他又再次聲了，他說呢，有前總統是叫他要出手打伊朗的。但是我們看到最新消息，4位畫面上看到的這幾位總統都說，我們根本沒有跟川普有過談話呀。那這4位包括了拜登、奧巴馬、小布希、柯林頓，都已經否認到底了。川普在說謊嗎？好，再來就是關心到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大家知道這個川普不是說要其他的國家一起去護航嗎？他的好朋友們去護航，結果呢大家都拒絕。那最新是日韓，針對日韓他又痛批說，我們保護了你40年哦，結果你連這一點小忙也不幫我們嗎？這是來自於川普的說法。那日本呢？難道是扛不住來自於這個美國的壓力了嗎？高市早苗他現在也說呢，雖然說法律上面有不合法的問題，但是他要尋求看能不能合法的派兵來幫助美國。所以呢，如果可以行的話，他可能會派自衛隊來幫忙做像是掃雷、護航、情報收集的動作。幹哥怎麼看？先來看這4位總統都否認說有要川普出兵，怎麼看？如果這個事情是真的的話，思敏，你覺得哪一個最有可能？拜登不可能嘛，對不對？拜登跟他根本就仇人了嘛，對不对？所以有人就影射是柯林頓。可是我跟你講，沒有人比川普自己講的來的活靈活現。他說：“你知道嗎？這位前總統很支持我。我說句實在話，這位前總統也是我川普最喜歡的前總統。可是基於他的黨派，這樣大家就聽出來了啊，可能跟他不同黨啊。可是他不能夠，但是他私底下有講說他其實是支持我的，對，他也喜歡我，而且他跟我講一句，我真恨不得我在任的時候就對伊朗幹這種事情。所以你知道他講的，他變成一個故事，你聽起來是有邏輯性的，你知道，講的活靈活現。可是最重要的是說，沒有人能夠承認，也沒人能夠答應。然後他說：“你不相信是不是？我告訴你。”你知道嗎？這位前總統他身邊都有川普失心瘋症候群。講出這一句就代表什麼？講出就代表說他的故事是很可信的。可是你現在這事情發生之後，你的白宮周遭，沒有人敢承認這件事情，也沒有人去附和他的話。所以川普一向都是一個人的個人舞台，你知道，他是一個人的武林，他只要演的都讓你覺得很像。可是面對自己人背叛，你要怎麼辦呢？這個人叫肯特。肯特是誰？肯特他是國家就是說他是情報的這個反恐中心主任。這個人的血統沒有問題，完全沒有問題。11次派駐伊拉克，我跟你講，能夠去伊拉克3次，或者活着回來就不簡單了。當然，他前3次他就是一個兵其實他就是一個士官了。那慢慢逐步的擢升之後，他總共派駐伊拉克11次，他最後的任務幾乎是 CIA 的特殊任務了，所以他也在 CIA 幹過，所以他對 CIA 非常了解，非常理解。他是純粹的 MAGA 的支持者。可是肯特，這個肯特，他到最後他能夠說，我不知道我們要送
美國的下一代子弟上前線去白白送死的意義在哪裡？因為我是反恐情報中心主任，所以我可以告訴你，伊朗絕對不是美國安全的首要任務。所以他其實講了這些話以後，你就會覺得說，這個是最純粹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支持者。而且他在2022跟2024兩次競選參議員，雖然都失敗，可是川普都有幫他。那相信這個人一定是川普的心腹了嘛？但是他就是講了這些話之後，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打伊朗，我對於我的良心我不能說得過去，因此我辭職。所以他講了這些話之後，他就是準備要辭職的。結果你知道內布拉斯加那個支持川普最力的那個眾議員叫培根的，他說那走得好，你就是要在走之前講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話。可是說一句實在話，像肯特這種，他雖然就嘴巴沒有講出不三不四的话，可是他們心裡就像委員講的，就是說他們其實要支持的是要讓美國這整個體系国家再強起來，而不是你川普的個人，你想要對誰用兵就用兵。所以你知道肯特他是一個面鏡子，他照着讓大家都發現說，哦，原來你身邊的人都有這樣的人潛伏的，不要說潛伏啊，就說不滿已久。可見得川普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之中，跟這些幕僚有沒有很深的這些理解跟建立一樣的思考跟邏輯架構？那其實是沒有的，都出於他個人一時的這個情緒反應，或者是他自己的喜好。所以說我講句實在話，我對於肯特這樣講完全不覺得意外，只是說後面接替他的人就必須要完全聽命於他了。那到時候可能他的意志會更加的發揚。可是他真的能夠從伊拉克的這一场就伊朗的這場戰爭裡面，他能夠全身而退嗎？我覺得越走越深，而且4到6個禮拜要能結束，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看不出來，可能沒有辦法在幾個月之內就結束了。好，現在看起來肯特是連美國川普自己內部的高官都不挺他了。那川普的盟友呢，会不会在川普的施壓之下继續的力挺川普到底呢？我們就是看到的是日本了。高市早苗現在希望能夠突破法律的限制，能不能真的派出日本的這個自衛隊來去幫助美國護航呢？那為什麼高市早苗要這樣做？跟自己的政治前途有關係嗎？還是真的考慮到國際現實？孝瑋哥怎麼看？其實如果說當然，高市如果希望能夠派自衛隊的話，一定是希望借由這樣的程度，讓他跟美國之間的這個安全連結更深嘛。因為其實或許我們看這個時候高市如此做，似乎有這個釣魚沽名，或者說想要跟美國站隊之嫌。但是你也不能不否認，就是說從北韓，也就是朝鮮這個前天又對這個日本海、東海射了一堆飛彈。從日本的角度來說，他們其實非常怕這個。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個日本在川普已經親口說了，因為其實川普之前都要求日本跟韓國派出軍艦來加入這個波灣護航任務能夠讓荷姆茲海峽能夠早日開通但日本跟這個韓國一直在問那個躊躇的問題，就是他們找不出法源依據嘛。因為其實依照現在的這個日本的這個自衛隊法，那日本他們的確雖然說已经能夠有了這個集體自衛權，但只有集體自衛權也是必須要在這個日本周邊美國可能跟這個侵略日本的國家，或是跟美國在日本周邊進入戰鬥的時候，那這個時候集體自衛權解禁，他們能夠協助美國。但問題是現在已經七老八遠跑到波斯灣去了。那你說上一次那個什麼這個第二次波灣戰爭的時候，日本有沒有單獨派遣這個自衛隊到中東地區去幫美國？是有的，但因為當時的情況跟現在這個情況又不一樣，所以就變成說是他們必須要找出那個在法律上能夠支持日本派出自衛隊的法源依據嘛。因為如果說今天那個像以日本他们上次派，他也並不是參與所謂的戰鬥任務，而是他是等於說應美國之邀，然後派遣日本的這個地面部隊，就陸上自衛隊到伊拉克境內去執行安保，就是和平維護的這樣一個任務。他不是說跳去那邊，然後直接要跟這個伊拉克民兵打仗，兵兵乓乓，不是。他是擔任這種安保和平維護的這種工作。那你說現在的這樣一個事情，如果說今天去，那日本的自衛隊有可能直接跟這個伊朗的這個那個部隊進入那個軍事衝突的情況下，那這個東西是不是日本現在的法律所允許的？所以這個就變成說是高市早苗必須要找出有法律依據的這個原因嘛。今天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實不管是民主或者是任何的這樣一個國家，
他要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定要法律依据，法律依据非常重要。所以对于高市来說，他要能夠找到足夠支持他派兵的法律依據，他才能派兵。否則的話，他如果萬一碰到国內那個國會中去質疑的聲音，或甚至去彈劾他怎麼辦？对，好，謝謝孝瑋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美伊戰爭持續的打下去，我們可以看到美軍的傷亡一直不斷的數字攀升哦，現在連盟友都撤退，要打退堂鼓了。但是這個時候，華府卻把腦筋動到另外一個國家了——加勒比海。今天我們要來看到的就是古巴。最新來自於這個川普的說法，他說呢，我可以對古巴做任何我想做的，甚至不排除我可以直接动武接管古巴的政權。这樣子的一個說法被大家視為是說，這個情境是否過去也曾經發生過呢？因為我們看到了今年的這個從委內瑞拉再到伊朗到今天的古巴，好像劇本都差不多。現在古巴正好也陷入在能源危機當中，包括了全國電網崩潰，是完全黑暗一片的，民生供應受阻，還有經濟的壓力越來越高，民不聊生。我們先來看到美國怎麼樣去接管，透過一些方式去接管國家的劇本。首先會通常是第一步做經濟的封鎖，切斷限制能源、金融跟它的供應鏈，再來操縱它的輿論，讓人家覺得說，當地啊真的是民不聊生，而且人權的議題非常的糟糕，所以這個時候美國就會做到政治施壓了，要求反對勢力的領導人趕緊下台負責任吧。再來最後則是派兵，不排除動武，來派兵正式的介入到該國去。所以現在伊朗戰爭都還沒有收尾，川普已經想到古巴去了，是不是因為川普很需要在這個時候有一場可控的戰爭？因為伊朗的戰爭明顯的是不可控的。委員怎麼看？剛才思明給大家看到的這個美國政權輪替的劇本就是標準的 CIA 的 SOP 嘛就是一步一步照這樣的方式來操作。其實我剛才說過，很多國家都經歷過這種事情。當時國民黨的政權，然後香港的雨傘花，烏克蘭的政權，還有這個當時發生在阿拉伯半島的這個茉莉花的革命這顏色革命，這些東西都是一樣的故事啊。這背後通通都是 CIA 為了要顛覆那個國家的政權，為了要換一個聽話的領導人，為了要換一個聽話的這個政黨上台，然後他們就做了這樣的事情。那你說川普現在在古巴演這出戲為的是什麼呢？那當然他極有可能就是他需要一個短期之內就可以立刻取得的勝利來掩蓋他現在馬上要持續陷入這個長期戰爭無法抽身的這樣的一個狀況因為其實我們周遭認識很多做投資的朋友，我記得做投資的朋友跟我講的一句名言，他說你要進場之前就要先想能不能出場。他說：“如果你進場之前想不到怎麼出場的時候呢，這一單你就別投了。”所以我相信當時川普在進場的時候，他有他的出場機制，他原本是有一套出場劇本的。他的出場劇本可能是用極限施壓，然後逼着伊朗讓步，然後最後就不戰而屈人之兵，然後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就說：“你看，我把這個伊朗的核設施全部都處理掉了，然後伊朗也同意了，把濃縮鈾交出來了。”顯然川普原本的打算是這樣，可是沒有想到，就像剛才孝瑋哥說，他被推了一把，忽然之間莫名其妙就被推進去，要這個獵殺哈米尼跟幾十個政要的那一場轟炸裡頭。然後呢，照這個美國自己的國務卿的說法是說，我們不能不動手啊，因為以色列已經要動了，如果以色列動了，這個伊朗也會攻擊我們的，所以我們乾脆先動好了所以你看到这個當時這個美國自己的國務卿是這樣講的，所以呢，你回過頭來看，川普就進入了第二個場景了，好吧？那既然動手了，他又開始想，天真的想，說我開始再來極限施壓，我就把你該獵殺都獵殺，然後把你炸成一片焦土，把你海軍空軍都摧毀了，然後你最後就會來跟我談了。可是顯然並沒有，所以現在川普之所以沒有辦法出場，是因為他原本預設的劇本一項都沒有成真。那既然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他就要想辦法離開這個戰場跟泥淖了。
當這個以色列跟伊朗死死的拖着他的不放的時候，其實美國國內不是沒有人建議他的，比如說就有人一直不斷的建議他說，你現在就用你的阿 Q 精神吧，自我催眠，說我們打贏了我們就走了。那這件事情不是沒用過，他去年在那個也門就用過，他去年打那個胡塞武裝組織打了個半天，然後他說他打贏了他就走了。胡塞武裝組織有被殲滅嗎？沒有，還在那裡，只是因為胡塞武裝組織也很給面子，他說打贏了之後呢，當時也不用這個胡塞武裝組織也沒採取什麼行動。可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川普現在難看的是說，我現在就說打贏了，可是明天這個我的大使館還是在被伊朗轟炸，在被飛彈攻擊，我該怎麼辦呢？對，所以當然他現在極有可能先拿古巴来墊一下。這個墊一下檔嘛，就我既然這場戰爭我這個天長地久，短時間沒有辦法結束，可是我面臨了我的期中選舉啊，我現在必須要拉抬我國內的這個士氣啊。那古巴就是個軟柿子啊，在這個時候修理古巴對他來說是剛剛好的，就是能力上也做得到，然後看起來成功率也高啊。对，现在川普急需要一场就是可以控制的胜利的战争，所以现在鎖定的是古巴。那剛剛講的這一套這個掌控國家的劇本，不是有4步嗎？針對古巴，現在已經來到了第1、2步，其實都已經做到了，包括經濟上的封鎖。那川普做的就是石油上面的封鎖。在石油的禁運之下，現在古巴呢，其實已經陷入到了大停電哦，尤其是在16號這一天，古巴內部1000萬人陷入在黑暗當中，包括了首都在內哦，哈瓦那在內，全國大停電。再來油價狂飆，每公升$9，加滿一輛車花費超過$300，據說是超過許多古巴民眾1年的收入。一邊美國在加強在經濟上面、能源、石油上面的封鎖，一方面又說古巴的人民過得實在是太慘了。川普的手法到底是什麼？如果真的對古巴動手，會不會跟伊朗有一樣的結果？最後承擔的還是古巴自己的人民。幹哥怎麼看？哈瓦那從前到現在都一向是加勒比海最漂亮的一顆明珠，你知道？那距離美國才200公里而已，所以那就是美國的後院。我要提醒川普，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啊，你要知道甘乃迪他1個禮拜不能睡覺，因為表面上美國艦隊就是開到加勒比海啊，然後明白告訴你啊，你給我掉頭，你不掉頭，因為他船上都載着俄羅斯的飛彈啊，你給我掉頭，你不掉頭的話，我跟你講，等一下就是開炮啊，我們等一下就是擊沉你。最鐵的、最硬派的俄羅斯那時候領導人赫魯雪夫，他說繼續前進，蘇聯貨船真的，他說不能再前進了，對方真的要開炮了。那所以後來你知道，在談判的過程之中，其實最緊張的不是赫魯雪夫，而是甘乃迪，因為甘乃迪要面臨什麼？要面臨萬一他不退的話，那就是第3次世界大戰。當時所有的西方國家都有準備打第3次大戰的心理準備了，所以我大家要跟各位講，然後這個我們現在講的是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它前1年發生什麼？發生豬玀灣事件，也就是美國 CIA 策動的古巴難民打回哈瓦那去，結果一敗塗地，被卡斯楚全部掃到海裡去。所以你如果現在要軍事介入，就第4項軍事威脅，不排除動武。派兵介入，我可以告訴你，古巴絕對是你吞不下去的。你古巴就算讓你吞到一半會卡在喉嚨裡面出不來。為什麼？因為俄羅斯會介入。俄羅斯在70年前曾經這樣子載着飛彈到你美國的面前的，你今天是用外交上面好不容易解決，差點引發第3次世界大戰。現在古巴隔了這麼多年了，你還要想要一口吞掉它？我相信川普，你要回去看看歷史。看看甘乃迪當年的痛苦，還有最重要的是，現在1公升是多少？$9，270塊台幣啊！我們台灣現在1公升差不多才27、8塊、30塊台幣，10倍啊！那古巴人民不是快要脫褲子了嗎？好可憐哦，真的，我真的覺得古巴人民真的好可憐。美國的禁運可以造成一個國家接近真的民生困苦到這種地步，川普你還能夠做出什麼令人髮指的事情出來，我實在無法想象。好，那川普能不能成功拿下古巴？剛剛還有一個關鍵就是，剛哥有提到的俄羅斯的角色。那俄羅斯最新已經表態，他會支持古巴了。只是現在的狀況就是，俄羅斯跟古巴確實在地理位置上面比較遠。孝瑋哥又怎麼看？那個俄羅斯要支援古巴，真的可以說是用鞭長莫及來形容。為什麼？因為過去你說古巴為什麼還能夠撐到今天，就是在這個中美洲、中南美洲有很多國家跟美國基本上在政策上是採取對着
做的這樣一個方式，比如說今天剛棒球打贏美國的委內瑞拉，但這下委內瑞拉這個政權被美國這樣弄倒之後，然後委內瑞拉石油現在也去不了古巴啦。那你說俄羅斯的石油嘞？俄羅斯的這個石油，如果說你今天真的從這個俄羅斯的這個那個港口運到古巴的話你如果說你單程來講，第一2個禮拜跑不掉，第二，俄羅斯現在能夠有多少的船能夠讓它的這個油免費把油運到這個古巴去？而且因為其實也因為俄烏衝突的關係那個俄羅斯的這個油輪在地球上很多地方跑並不是那麼的這個順利很多地方去不了。如果去了被這個西方盟國看到，我就把你抓起來。所以在大西洋上來講，你說俄羅斯的原油要能夠順利的運到古巴去雖然說因為這個波斯灣的這個危機的高升荷姆茲海峽被封鎖，所以讓這個川普宣布了對這個俄羅斯的這個石油的這個禁令的稍微這樣的解禁，但並不代表說今天川普可以讓俄羅斯的石油堂而皇之的從俄羅斯運到古巴裡面去吧。所以對於古巴的這個人民來說的話，我覺得除非說他們今天要對這個未來能夠要有更艱苦卓絕，甚至于要有這個回去過這個農業時代這樣的一個心理準備。為什麼？因為其實現在的這個地球上的這個工商社會的運作，石油是一切的根本嘛。你沒有石油，你沒有辦法發電嘛。像古巴現在經常是一個長時間的這個大範圍的這樣的停電，那你說他今天還能夠有什麼能夠來這樣進行一些經濟的活動那除非說今天全民回去這個種田，然後這個做這個農業社會，要不然或者你連這個武器要能夠發動，要能夠對美國那個可能的這個攻擊發動的這個防衛都沒辦法。而且再加上古巴其實這麼多年來，因為整體這個財政實力的這個那個虛弱，讓他能夠買上比較先進、比較像樣的武器都沒有。然後那甚至于你說仅有這個戰機，大概也都是屬於很老舊的這個那個蘇聯制的那個米格29戰機等等那你說今天你要面對，如果美國真正全面軍事攻擊的話，敗的會比大概可能委內瑞拉更快。那當然，其實我也很長期的这個了解，就是古巴的民眾對於這個古巴政權的這個忠心度，但並不代表你能夠在這種現代化高強度戰爭下還能夠撐下去，而且你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這個資源。